被接回豪门的第一天，家人给我摆了接风酒。我妹把虾壳加到我碗里，这虾壳有营养，能补钙。这陆家也算得上豪门，怎么穷到吃虾壳补钙了？这是世家的生意。人类的胃酸是消化不了虾壳的，想省钱的话，多喝牛奶就可以了。况且虾壳算是厨余垃圾。世家好像没张嘴吧？我怎么听见他说话了？算了，这个陆子锦有点限制体面容，智力可能不太高，还是不自找麻烦。所里研究课题告一段落，马上可以进入临床阶段。要是过了临床，我得第一时间给他弄点吃。都怪我抢走了姐姐的人生，姐姐在大山里一定受了很多苦，你们把我也送到山里吧，省得姐姐看我不顺眼。咋了？给你夹只虾还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呗？我当时就不同意你回来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你非要回来打扰我们一家人干什么？觊觎陆家财产吗？家里的钱除了陆子锦，你休想拿走一分！你怎么刚回来就跟妹妹发生矛盾，还不快点给妹妹道歉？我真不想吃垃圾啊！这死绿茶在演戏看不出来吗？嚎了半天一滴泪都没有啊！难不成我得吃虾壳才不会惹他生气吗？怎么我的这些亲人智力好像也不是很高的样子啊？早知道就不听老师的话了，这回来干什么啊？搞得好像是演短剧一样，无聊的低级趣味。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！你别以为身上流着我们陆家的血就能占到什么便宜！这虾壳以前都是给我吃的，你不识好歹就别想融入我们的家庭。难道和低智力人群长期生活也会间接降低智力吗？等药通过临床，我得给他们试试。陆世家是吧？你一直在山里生活，刚回到大城市可能不习惯，就先安排你到公司的保洁部上班吧，正好也能熟悉熟悉公司的各项业务。子锦，你是爸爸妈妈从小养大的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们早就把你当作亲人了。你姐姐刚从大山里回来，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更不知道吃虾壳能补钙这种常识，你就别因为她的无知难过了。你最近刚毕业，不是想要实习吗？那就去集团总裁办公室先当个副主任，等熟悉一段时间，爸爸就让你去下面直接负责一个子公司。谢谢爸爸，爸爸真好。姐姐，你身上有点臭臭的，你们大山里肯定很少有机会才能洗澡吧？不过你放心哦，公司的福利待遇非常好，你以后可以去卫生间洗澡，幸福吧？听着这种颠颠的话，我有点想联系研究所里的特勤过来了。这一家人该不会是境外敌对势力冒充的吧？让养女实习当总裁办副主任，让亲生女儿去公司当保洁，这是什么奇葩剧情？你当咱们陆氏集团是什么人，随便都能进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保洁的工作，那也是有五险一金的。你一直在山里待着，恐怕连五险一金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我平时不怎么关注研究所里的福利，不过上次听师姐说，我们好像是10险3金，这五险一金很值钱吗？况且我还有5个专利呢，老娘不缺钱好不好？真把我当吃垃圾的穷鬼了吗？无语死了！这家人不仅脑子不太好使，眼睛也不好。陆子锦这种低能子般的挑衅，他们看不到吗？行了，既然他不想吃，就不要强求了，安排他回房间吧。这就是你的房间了，小姐晚上睡觉轻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不要出来，上厕所在屋子里解决。我已经给你准备了桶，早晨自己去院子里刷干净。这个所谓的豪门真是庙小萧风大，看来我要是不做点什么，连个保姆都能骑到我头上拉屎了。这家人白吃就罢了，毕竟跟我有血缘关系。你一个保姆，谁给你的胆子也敢针对我？我没有。呵呵，没有吗？你干什么？怎么还打阿姨呢？是他不满意房间，故意摔倒诬陷我的。我就说不能把他带家里，刚回家就开始耍心眼，真是一群白痴！听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养女也就罢了，现在连保姆的话都信。别说我是刚认亲回来的亲生女儿，就算是个外人，也不至于被一个保姆公然动手打吧？还有，这是安排房间吗？监狱也不过如此了吧？姐姐，
听说你是从黄土高上来的，你们那地方住窑洞，每天早晨倒尿盆不是常态吗？刘阿姨老实本分，你说你欺负她干什么？爸妈工作一天已经很累了，你能不能别作妖了？你要是气不顺，就冲我来行吗？子锦，你不用这样委屈自己，你是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让别人打呢？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我看看！我们研究所当初选择在开展实验，是为了利用那里的地质条件，保证实验环境的稳定性。现在又不是80年代，住什么窑洞啊？还有，你们要是不想让我回来，大可不必这样做啊！在别墅里面用尿桶，你们陆家已经奇葩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你们可真够可以的。房间怎么还没装修好？我不是早就安排了吗？爸，现在天气冷，都没有工人愿意来。这人纯脑残吧？这是什么奇葩借口？装修工人还挑季节装修的吗？那这墙皮和涂层又是什么人拆的？难道是你亲自动手的？不行，我今天就得联系研究所。行了，先把客房腾出来，让他暂时住进去。陆氏集团真千金时隔多年回归，养女这些年捞了不少吧？这场豪门私辟，最好2个都别想好过。陆氏集团亲生女儿回家的消息已经传开，那些竞争对手正等着看真假千金夺权的戏码。这陆家倒也不负众望，还真就准备安排一场规模盛大的认亲宴会。哎呀，张总，晚上一定要准时到哦，我爸妈特意准备了大场面。表面上说是为了给我安排认亲宴会，但我心里门儿清，这不过是陆家为了稳定公司股东们搞的小板戏罢了。晚上的宴会我才是主角，可到现在都没人关注我，反而陆子晴像个野鸡似的，又是逛街买衣服，又是挨个联系客人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才是这里的中心。哎呀，刘总您太客气了，能来参加我姐姐的晚宴，真是陆家的荣幸。请进，请进。没人搭理正好，落得清静。一整天都没看实验数据了，反正没人搭理我，正好抽空看看。干什么？你快点还给我！姐姐，今天可是咱们陆家的大日子啊！我们一家人为了你忙前忙后，你不帮着招呼客人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心安理得的坐在这里玩起手机了？手机是涉密的，你快点给我！姐姐，你就算是看不上我们，也没必要这样做。爸妈给你开认亲宴会，就是想让你快点融入到这个家庭。你能不能稍微顾点大局，哪怕装一下也好啊？不是，你快点把手机给我。手机里的画面可是一旦泄露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手机是你的命啊，你就不能少看一会儿吗？连这点基本礼仪都不懂，你是怎么活这么大的？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我们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你们这是犯罪懂吗？快还给我！想要啊？那你过来拿呀！姐姐，手机在这边呢，嘻嘻。我警告你们，手机里的内容不是你能看的。你眼上瘾了是吧？机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能接触到机密的东西？这就是陆家刚找回来的那个，怎么跟个疯子似的抢手机？别闹了，像什么样子？把手机还给他吧！还弄个警报屏保，姐姐你可真会玩！怎么幻想自己是什么机密人员？装模作样。这台手机是研究所为顶级研究员配备的特制终端，它不仅是通讯工具，更是拥有加密强度的保密盾牌。在陆子锦刚才暴力夺走手机的第一时间，内嵌的感应器就已经自动触发了指纹验证和虹膜验证。陆飞和陆子锦刚才为了戏耍我，多次高频率的抛投手机，导致系统早已判定手机处于失控状态。验证已失败，球员信号已通过预警渠道精准定位陆家别墅坐标，向最近发出最高级别涉密警报。不好意思各位，真是见笑了。我这个亲生女儿啊，从小就在山里长大，也惯了，确实不懂什么礼数，你们可别笑话。大家请放心，我姐虽然刚回来，但爸妈已经给她安排进公司保洁部了，那里环境简单，不用接触太复杂的社交，她很快就能熟悉的。我们陆家可不是随随便便回来一个人就会影响到陆氏集团运营的，家事是家事，生意是生意。陆总办事我们当然放心，基层锻炼嘛，清洁部确实是个好去处。你们最好想清楚，一会儿怎么解释。别在这里胡搅蛮缠，刚才哥哥妹妹不过是跟你玩玩而已，你还真当真了？上纲上线给谁看呢？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，既然你们不听，我也没办法。老陆，我怎么听说贵千金原本是就职于科研部门的？这种出身的孩子素质应该不低吧？而且看刚才的情况，反而是陆公子和陆小姐有点胡闹了，这待客之道怕是有些欠妥。
郎老，你误会了，可不是您看到的那样。这孩子在山里也惯了，性子实在太倔。紫锦和小飞刚才那样做，其实是想逗逗他，让他快点融入家庭，想让他合群一点。谁能想到他这么不识逗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闹脾气，搞得大家都不痛快。反正是你们家自己的私事，只要别影响到咱们两家的合作，我也懒得管。您说的是，孩子们的事他们自己解决吧。郎老您放100个心，就算是孩子们闹点小矛盾，也绝对不会影响到集团的。原本计划好要在今晚介绍我的环节，就这样被他们自然的抹掉了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根本不是亲生女儿，只是一个破坏气氛的污点。恭喜陆总啊！紫金小姐这么年轻就要出任总裁办副主任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以后陆氏集团有了紫金小姐，咱们这些老伙计可就放心了。谢谢各位叔伯支持，紫金以后一定会努力工作的，绝对不辜负爸爸的期望。姑娘，你是生命研究院的吧？他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感谢各位叔伯、各位长辈对我的支持。虽然我还年轻，但我一定会胜任总裁办副主任这份工作的。我在这里敬大家一杯。那是自然，咱们陆家后继有人啊。陆小姐，以后在公司咱们还得仰仗陆主任多多照顾了。老陆啊，你真是好福气，养了个这么出色的好女儿，小小年纪就能帮你分担公司压力了，前途无量啊！报告，信号屏蔽器运行正常，现场通讯已完全切断，已发现目标人员，确认为正高级研究员陆世佳，目标当前处于安全状态，是否采取保护？立刻实施最高级别保护。所有人不许动，抱头蹲下。你们谁呀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谁让你们闯进来的？拍电影呢，还是陆总安排的娱性节目？这也太暴力了吧！哥们儿，演的挺像啊。陆家的大门可不便宜，待会儿结账的时候，你们老板赔得起吗？这些人好像不像是演的，陆世还这个没见过世面的，到底惹了什么人？最后警告一次，全体抱头蹲下，违者后果自负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睁大眼看清楚，我可是陆氏集团的高管，私闯民宅懂不懂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让你们亲自过来赔礼道歉？我马上报警抓你们！哎呦，杀人了，打人了！哎呦，杀人了！放开我！别拽我头发！救命啊！你们这群弄坏了我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你们这群……你们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我可录像了。我有几10万粉丝，我这就发到网上去，让全网网暴你们！快发出去，让他们身败名裂！这位长官，我们陆家在当地也是大户，你们这么暴力执法，不符合程序吧？倒计时3分钟，如有抗法。陆教授受惊了，特勤组保护来迟。比我预想的慢了10秒。你们这群疯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放开我！我要找律师告死你们！放开我！这是我陆家，你们凭什么在我家里撒野？那部手机是我抢的又怎么样？老子教训亲妹妹，天王老子也管不着。疼，放开！暴力抗法，辱骂执法人员，老实点。世佳，你快让他们住手啊！那是你亲哥呀，你怎么能看着外人这么糟蹋他？报告队长，全场已完成控场，无关人员已全部隔离。收缴现场所有通信工具，立刻排查是否有影像资料外传，查看是否有泄密情况。对那几个反抗激烈的，重点检查手机后台，一个字节都不能放过。这些人是你找来的？我刚才已经提醒过你们了。可你不是在山里，你不过是个搞研究的。有些权限是你们陆家这辈子也理解不了的。陆世仪，你简直好狠毒的心肠！我把你接回来是为了团圆，你倒好，为了侵吞我们陆氏集团的资产，居然联合外人演这么一出大戏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里坐着的都是陆氏集团的元老和投资人，
陆世家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这种卑劣的手段已经露馅了。只要我陆明还有一口气，你休想得逞。陆总说的对，这分明就是绑架。陆小姐，你找来这群匪徒想干什么？想要股份吗？侵吞陆氏集团？呸！你当我稀罕你们陆氏集团那点破铜烂铁吗？在我眼里，你们拼命维护的资产，甚至不如我实验室里的一只试剂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要饭子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陆教授，您难道就是那位陆教授？我想起来了，上个月在燕京的高层科研保密会议上，你是坐在后排旁听的清北大学的郎建国。是我。陆教授，真没想到您这种级别的泰斗，居然还记得我这个搞末流应用的。退后，保持5米安全距离。完全理解，是我鲁莽了。陆教授的安危重于泰山。郎朗，您真的认识这些人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您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，能不能跟这位陆教授说个情，让他们先放了我儿子？小飞他还年轻，他就是闹着玩。郎朗，您在科学界德高望重，说话是有分量的。这真的只是家里闹着玩的，绝对不是什么严重的罪名啊！留住郎建国，陆明，你真的是老糊涂了。郎建国这种人，骨子里就是一个爱搞学术变现的科学商人罢了。你指望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在面前保你？陆世辉，你就算再厉害，也改变不了你姓陆的事实。你找来这群人吓唬你老子，到底是想干什么？真要把陆家逼死才甘心吗？这陆家人真够蠢笨的，可以到现在竟然还以为特勤队是假冒的，或者觉得这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。队长，考虑到陆氏集团近年来的业务涉及大量生物核心领域，而他们今天抢夺涉密手机的行为极具针对性，我严重怀疑陆家高层已经从内部被境外敌对势力渗透。所以这件事谁说情都不行，必须得彻查。不仅要查今晚的动机，更要查他们这些年所有的资金往来。陆教授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事情绝对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我郎建国搞了一辈子学术，最看重的就是底线。陆明，我之前是看在学术交流的份上，才把那几个外围专利授权给陆氏集团合作。但我重申一遍，那也仅仅是商业合作而已。咱们私底下可没有任何交情，更不存在什么共同立场。陆明，既然你们陆家合行有亏，连陆教授都敢冒犯，我郎建国羞于与尔等为伍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因为你们陆氏集团的价值观与我近期的研究方向严重不符，我决定单方面即刻终止所有合作。老，您不能啊！咱们今年的核心产品全是基于您的专利开发的，要是终止合作，咱们的资金链会断的。那陆氏集团不就彻底完了吗？老，您别开玩笑。这么多年的合作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呀，你可不能说终止就终止啊！要是没有您的专利支撑，陆氏集团明天就会被债主踏平，咱们集团就真的彻底黄了。求求您，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救救陆家吧！老，你不能走！咱们签了20年的战略协议，你现在终止合作，那是违约。我们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实验室也别想好过。陆明，你睁大眼睛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得罪的是陆教授，你经营这么多年集团，难道连这点风向都看不出来吗？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只手遮天的董事长？你现在是涉密案件的嫌疑人。老陆，
咱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最后给你句忠告：你经营集团这么久，也不是个傻子，非得让我把话说透吗？你自己作死那是你的事儿，别带上我。我的名誉，我的实验室不能毁在你这个蠢货手里。滚！郎建国，你想吃干抹净开溜，没那么容易。你真当我是被吓大的？你的那些专利是怎么来的？真以为能瞒得住天下人？我手里可是有证据的。你带的那个硕士生，还有那个没毕业的博士生的专利，强行挂上你自己的名字。你现在想过河拆桥？我告诉你，我只要动动手指，你那些学术造假的黑料就能让你身败名裂。你想吃干抹净？做梦！怎么会这样？郎建国不是说他是最顶尖的科学家吗？为什么他在那个贱人面前怕成那样？妈，那个陆世辉，他到底是谁？姥姥，你看看清楚，你看看清楚，这个女人明显是带着目的回来认亲的，她就是想毁了我们陆家。你这次只要帮我撑过去，把那部手机的事情圆过去，我再给你加10%的营收分红，那可是每年上亿的现金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咱们还是最稳固的盟友。你放屁！陆明，事到如今你还敢满嘴喷粪？你还有脸提证据？我告诉你，是你教子无方，是你自作自受，把一个不知从哪儿捡回来的养女捧上天，当个宝贝疙瘩供着，还让他当什么总裁办副主任，他懂个屁呀！他除了撒娇弄权败坏门风，他懂什么是科研吗？他懂什么是机密吗？郎建国，你竟然敢这么羞辱我的紫锦！你拿了我们家这么多钱，你有命挣那点钱，你有命花吗？你知不知道你那个被你当成烂泥的亲生女儿是什么身份？你居然还敢纵容你那个蠢货养女抢她的手机，那手机里随便一个文件都能让你们陆家……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啊！你想死别拉着我垫背！郎建国，你们说你们的骂我干什么？我吃陆家的穿陆家的，我是爸爸手心里的宝贝，我怎么就是蠢货了？你个老糊涂，你凭什么这么羞辱我？郎建国，你个老不死的，你凭什么说我妹妹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对我们陆家的家务事指手画脚？我告诉你，不管陆世熙是什么身份，我陆飞这辈子就认子怡一个妹妹。他陆世熙就是个冷血的怪物，他连子怡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好啊，真是好极了。陆明，你看看你教育的好儿女，大的抢夺机密还大言不惭，小的目无尊长出口成脏，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豪门精英。我看他们就是一群无可救药的社会毒瘤。小飞，你给我闭嘴！放开我！我不管他陆世熙现在是什么狗屁教授，我只认子锦，子锦才是我的亲妹妹。手机就是我让子锦抢的，怎么地吧？在陆家，老子就是规矩。这陆家大少爷是疯了吧？这时候还往枪口上撞？什么大少爷？我看是脑子里进了水。子敬今天为了招待你们这群贵客，忙前忙后，连口水都没喝。他自己躲在角落里偷偷摸摸玩手机，凭什么？还教授呢？我问你们，什么狗屁教授，连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，在家里装什么清高？郎教授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科研课题。陆教授您请说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这种家人的基因构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很好奇。这种智力水平到底是由于长期的低智环境导致的退化，还是某种先天的缺陷？陆教授，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，陆氏集团的运营模式非常单一。我明白了，我的天老爷呀，这家人到底是怎么创建这个陆氏集团的？只靠郎建国你那几个勉强算合格的专利，就能支撑起这么大的豪门？
这简直是商业史上的生物奇迹！少跟我扯大道理，你就是嫉妒自己，你回来就是为了分家产！我不闭嘴，我凭什么闭嘴？你们有种冲我来！但是，你们先让他们松开自己，你没看到自己的胳膊都被掐红了吗？他那么娇弱，你们这群大老爷们懂不懂怜香惜玉？有什么罪冲老子一个人来？放开我妹妹！老实点，嫌弃胳膊红，再动一下。爸，你说话呀！你就看着自己受罪吧。郎老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您在科学界，在各部门都有熟人，您看能不能帮忙，先让他们松开我女儿。子锦她是无辜的，她就是个孩子，她什么都不懂。我帮什么帮？陆明，你是蠢货吗？老子真是瞎了眼才跟你这种蠢货合作。陆明，我发现你不仅是教子无方，你连基本的形势都看不懂。你以为这是什么？这是过家家吗？郎老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不管现在发生了什么，咱们白纸黑字的合作协议还在。看在咱们每年上千万合作费的份上，你跟这些穿黑衣服的说一声，让他们松开子民，不就是抢个手机吗？大不了我赔他10部最新的，让他们松开我女儿，难道这也有那么难吗？天哪，这陆总是不是疯了？都什么时候了还谈钱？你瞧瞧那是普通保安吗？陆明这是在拿全家的命在雷区跳舞啊！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陆明，你是猪脑子吗？你那个蠢货养女抢的是谁的东西？那是陆核心科研手机严重教授若果的终端。你知道陆教授是在什么部门工作吗？你知道他手里掌握着多大的权限吗？你居然还想赔10部手机，你就是赔1万部！够了，郎先生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有些信息不是你这种层次的人可以随便议论的。是，长官教训的是我多嘴了，我该死。好了，这些毫无意义的推卸责任，等回了局里再说吧。安全局的审讯室里，有的是时间让你们互相交代。一个也别放过，封存现场所有电子设备，包括每一张内存卡。陆世基，你看看这个家，你看看你妈妈还有你妹妹，你真的要看着咱们陆家在这个圈子里彻底消失吗？世佳，你让他们松开自己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有什么事咱们关起门来，咱们一家人坐下来平平静气的谈，好吗？哪怕是股份，哪怕是你要整个集团，爸爸都答应你。你先让他们撤走。现在想起来跟我是一家人了。陆董事长，你的记性是不是跟你的智商一样退化的厉害？昨天晚上让我坐在桌子上吃那些所谓的有营养的虾壳补钙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咱们是一家人？把我安排在那个满是灰尘连玻璃都漏风的毛坯房里，甚至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，让我用尿桶解决生理问题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咱们是一家人？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陆世佳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找来这群人就能飞上天了？你别忘了，你身上流着我们陆家的血，只要老子还没死，老子就有资格替爸妈管教你！陆世阳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你找外人来端自己的家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放开我，老子要亲手撕了你这张伪善的脸！闭嘴！姐姐，你非得闹到这一步才开心吗？你看看这个家，看看爸妈，你非要闹得咱们陆家家破人亡，你才觉得舒心，才觉得解气吗？世基啊，
你听听你妹妹的话吧，你毕竟是我怀胎10月亲生下来的，哪怕你心里有再大的气，你也该冲着我来啊！你就不能放过你妹妹和哥哥吗？他们只是跟你闹着玩啊！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你的心是石头长的吗？放过他们。从路飞和陆子锦一样抢夺并试图强制开启这部手机的那一秒起，它内部加载的预警系统就已经自动激活了。队长，这数据溢出很严重，如果他们能早一点，哪怕就早5分钟把手机还给我，也不至于引动你们启动最高级别的预警程序。陆教授，程序一旦激活，必须由特勤局介入封锁，这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。我倒不是担心安全，我是嫌麻烦。这下好了，回了所里，我光是写这次设备失控的事故报告就得写几万字，这得耽误我多少实验进度？全部带走，相关嫌疑人分车隔离，严禁交流。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陆明，我是陆氏集团的董事长。陆世家，你以为你找来这些人就能真的把我怎么样？你太天真了！我现在就给打电话。他在这个上做了10年，每年陆氏集团给交多少，他心里最有数。我们是大户，是重点的企业。我就不信了，不过是小孩子之间抢着玩了一下手机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们居然要把我们全家人都抓进去，你们谁承担得起这个后果？没天理了啊！大家都来看看啊！这世道还有王法吗？一个搞研究的院所就可以随随便便抓人，就可以这样无法无天了吗？陆世祥，你这个丧良心的，你是要把生你养你的亲爸妈往死里逼啊！你们这群传什么区别？放开我！有种跟老子单挑！陆世香，你别以为找了靠山就能飞上天，你只要还在陆家一天，我就有资格替祖宗教育你。松开我，要撕烂他的嘴！老实点，再拒捕，直接采取强制手段。爸妈，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不懂事。要是我没有跟姐姐抢手机，要是我没有跟姐姐闹脾气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我不该嫉妒姐姐回来的，不该怕姐姐抢走爸爸妈妈的爱，是我太自私了。姐姐，你要恨就恨我一个人吧，你要抓就抓我一个人。求求你放过爸爸妈妈和哥哥，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家好啊！他们只是太疼我了，才会一时糊涂。我愿意替他们坐牢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你能原谅他们。我的苦命的女儿啊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要怪就怪那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是他狼心狗肺，是他恩将仇报啊！我们养了他20年，把他从山沟里接回来，给他吃最好的，穿最好的，他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呀！陆世祥，你听到没有？都是子金的错吗？是我们的错吗？是你这个冷血无情的畜生！你为了抢家产，居然勾结外人害自己的家人，你会遭天打雷劈的！陆世涵，你够了！子锦都已经这么求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就是一部破手机吗？我们赔你100部、1000部，你非要把我们全家都送进监狱才甘心吗？你就不怕传出去，别人说你陆世涵冷血无情，连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放过吗？哎呀，你看这孩子哭得多可怜啊！就算是亲生女儿，也不能这么绝情吧？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啊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呢？是啊，我看那个陆子锦也不像是什么坏人，就是小姑娘家的，有点任性罢了。至于闹到出动这么多，
还动枪动炮的，未免太小题大做了。可不是嘛，这要是真把陆总他们抓进去了，陆氏集团肯定要乱套，我们这些股东的损失谁来赔呀？我看那个陆世哈就是故意的，想趁机夺权。陆世夏，你看看你把自己逼成什么样了！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拼命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当初怎么就剩了你这么个冷血的东西？真是精彩啊！奥斯卡都欠陆子敬一座小金衣，哭了快10分钟了，泪腺分泌量还不到0.5毫升，呼吸频率始终稳定在每分钟18次，心率更是一点变动都没有。这演技不去当演员真是屈才了，还知道用物理刺激增加泪液分泌，看来也不是完全没脑子。可惜啊，这点小聪明都用在歪门邪道上了，要是把这份心思用在学习上，也不至于连胃酸能不能消化虾壳都不知道。果然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群人的智商和判断力跟陆家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仅凭几滴廉价的眼泪和几句漏洞百出的哭诉就能轻易被煽动，连最基本的是非都分不清，也难怪陆氏集团能靠着郎建国那几个3流专利混这么多年，毕竟这个圈子的整体认知水平也就这样了。怎么没话说了吧？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，你就是嫉妒子锦比你优秀，比你更得爸爸妈妈的喜欢，你就是想毁了我们全家，然后一个人霸占陆家的财产。我告诉你，陆世夏，你做梦！只要我陆飞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对不会让你得逞。啊！你有种就杀了我，不然等我出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。你放心，你出不来的。抢夺国家级机密终端，暴力抗拒执法，公然辱骂和威胁，数罪并罚，你至少要在监狱里待10年以上。等你出来的时候，陆氏集团恐怕早就不存在了。你胡说！不就是抢个手机吗？怎么可能判那么久？你少在这里吓唬我！我爸是陆明，还有的是钱和关系。真是无可救药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以为钱和关系能搞定一切。他怕是不知道，他那点所谓的人脉和财富，连一粒尘埃都不如。这位陆小姐，我看这件事儿不如就这么算了吧，毕竟都是一家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闹得太僵，对谁都不好。陆总他们也知道错了，你就让特勤同志放了他们吧。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，不管是要股份还是要现金，我们都可以商量。又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货，居然想用钱来解决。看来陆氏集团的股东们智商都跟陆明在一个水平线上。王总对吧？我想你可能搞错了，这不是家务事，也不是什么商业纠纷，这是涉及家人的刑事案件，不是我想算了就能算了的，也不是你用钱就能摆平的。这位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陆世家教授是重点保护的正股级研究员，他的安全和科研工作关系到核心利益。你刚才的言论已经涉嫌侮辱科研者和妨碍公务，如果你再继续胡说八道，我们将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你就放过爸爸妈妈和哥哥吧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愿意离开陆家，再也不回来跟你争任何东西。我去大山里生活，一辈子都不回来。只要你能放过他们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世家，妈也给你磕头了，妈求你了，放过你的哥哥和妹妹吧。妈给你当牛做马，报答你的恩情。陆世家，你满意了吧？看到我们这样，你开心了吧？你不就是想要陆氏集团吗？好，我给你，我把陆氏集团所有的股份都转给你，只要你放了他们，我什么都给你。真是可笑，居然以为我想要他们那点破家产。陆氏集团在我眼里还不如我实验室里一瓶培养门值钱，我随便一个专利的转让费都能买下10个陆氏集团。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，觉得我会稀罕他们那点东西？陆子锦，你不用再演了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错了，你只是觉得自己倒霉被抓了个现行而已。你刚才磕头的时候，眼神一直偷偷瞟着周围的宾客，想看看有没有人同情你。你额头磕破了，却一点都不觉得疼，因为你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博取别人的同情。你说你愿意离开陆家去大山里生活，可你心里想的是，只要能躲过这一劫，等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报复我，把我今天加在你身上的屈辱100倍1000倍的还回来。我说的对吗？
还有你，陆太太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白眼狼，说我恩将仇报，可你们到底对我有什么恩？把我扔在大山里20年不闻不问，好不容易把我接回来，却让我吃玻璃都没有的毛坯补钙，让我住连尿桶解决生理问题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恩情。陆董事长，你说我想要陆氏集团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是真的想要陆氏集团，根本不需要搞这么多事情。陆氏集团涉及非法专利转换和资金外流，不出3天，陆氏集团就会被查封。我之所以懒得跟你们计较，可你们却得寸进尺，一次次的挑战我的底线。你们抢我的手机，试图窥探机密，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我、辱骂我。现在事情败露了，又想用苦情戏和道德绑架来让我放过你们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是，我就是恨你，我就是嫉妒你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回来就要抢走我的一切？我在陆家生活了20年，爸爸妈妈疼我，哥哥宠我，我本来应该是陆家唯一的大小姐。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？不就是会搞点研究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告诉你，陆诗雅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就算我进了监狱，我也不会放过你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对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们等着！把他们全部带上车，立刻离开！把他们全部带上车，立刻离开！是。终于清静了，跟这群人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，不知道耽误了我多少实验进度。回去之后得赶紧把实验数据补回来。陆教授，让您受惊了，是我们没有预料到他们会这么嚣张。没事儿，跟他们这种人计较只会拉低我的智商。队长，回局里后我申请加做一项 DNA 鉴定。陆教授，您怀疑？我严重怀疑我跟他们的血缘关系。这种低层次的智力表现，这种逻辑缺失的行为模式，在遗传学上很难解释，我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孩子？在遗传学上很难解释，我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孩子？明白。如果是涉及基因替换或敌对势力调包，这也是我们的调查方向。陆教授，根据保密协议，即便您是目标保护人，由于手机被非法触碰，您也需要进行例行问询和报告撰写。我知道，流程我懂。既然手机报警是因我而起，我会配合。陆教授，请。报告，陆教授的案件已经查清，我们调取了陆家别墅的内部监控，证实了手机是被非法抢夺并触发警报。另外，郎建国的口供已经录完，他为了自保，把陆家这几年的底子全交代了。小陆，受苦了，这件事都怪我，要不是我提议让你回来认亲，也不会闹出这种荒唐事儿。我真没想到。老师，别说您没想到了，我这专业搞生物研究的也没想到，这世上居然真的有这种逻辑闭环的物种。您是不知道这一家子到底有多奇葩。我刚进门，他们家那个贾小姐就夹个带壳的虾给我，说那是豪门特供，吃虾壳能补钙。吃虾壳？他们家是破产了，还是对钙片有什么误解？还没完呢，我那个所谓的亲妈，竟然安排我住进一个连玻璃都没装的坯房，还要我每天早晨拎着便桶去院子里刷。胡闹！简直是胡闹！你可是重点保护的正主级研究员，他们居然把你当成旧社会的苦力使唤！
就是这样。老师，我这2天的精力拿去写短剧剧本都没人信，那种无聊的低级趣味，简直是在挑战我的职业素养。小陆，这不仅是奇葩，这是无知到了极点。想不通，真是想不通。我搞了大半辈子科研，见过变异的病毒，见过复杂的基因，就是没见过逻辑这么清奇的家庭。谁说不是呢？老师，您说这种由于长期的自大和偏见，导致认知层次严重退化的现象，是不是也跟基因片段的某些表达有关？小陆，你刚才说的这个关于特定环境下人类智力退化与行为偏差的课题，还真有点意思。这可以作为咱们生命研究所研究方向的一个支线。回去之后，你直接牵头成立一个专项课位组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智力发育障碍的社会性诱用研究。资金方面你不用操心，我回去就给你拨。老师啊，您这拨款拨得这么干脆，该不会是因为觉得坑了我，特意给我的补偿吧？你这丫头，当着特勤局的人也敢这么编排我，老是这样说这种低情商的实话。跟您我还要什么情商啊？咱们搞科研的，求真才是第一位。老师，不说这些糟心事了，所里那边核心实验的数据稳定了吗？你呀，放心吧，你陆大教授不在，学生们哪敢让数据不稳定？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，只要你这个课题组长一到位，咱们马上就能开启下一阶段。陆教授，这次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重。您看大屏幕，陆子锦抢夺手机的那一刻，您刚好开通了临时研究权限，正通过卫星链络实时调阅核心数据。那台手机在权限开启期间，不仅是通讯工具，更是及移动监控终端。不是你的手机被抢了，是有人在这间宴会厅里抢走了一部正执行监控任务的移动终端。抢夺行为本身已经触发了反间谍条款。报告，陆家4口人当时的所有对话、表情，甚至后台的影机料，已经全部通过加密通道同步到了总署。根据手机采集到的声纹信息，后台系统已经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了对陆家全员的背景穿透。陆氏集团近5年的海外资金往来，与郎建国的专利非法置换记录，甚至连他们在公海开户的账号信息，现在全在这里了。陆子锦这一抢掉的不是手机，而是陆家最后的遮羞布。他们大概还觉得这只是一场家务事，在他们看来，人情世故能搞定一切，却不知道在机械的自动化监控面前，他们的每一句叫嚣都是在给自己增加刑期。抢夺处于涉密状态的及设备，且伴随侮辱科研人员行为，证据链已经闭合。自作自受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老师，结果跟我猜测的差不多，系统穿透了他们所有的海外关系和通讯记录，这家人确实不是境外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。不是间谍，那他们抢夺涉密终端的底气从哪儿来的？从他们的无知里来的。报告显示，他们纯粹就是那种被金钱和虚荣心糊了脑子的蠢货。他们欺负我，不是因为什么复杂的政治目的，仅仅是因为他们骨子里那股子蠢笨坏傻的恶毒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像是一个在大山里刨食的叫花子。他们霸凌我，抢我手机，让我住毛坯房，纯粹是为了在那个假千金面前显摆他们那点可怜的掌控欲。这种降智的行模式，甚至让我们的防御系统产生了误判，以为这是某种高端的掩护手段。老教授，陆家人的初步口供已经整理完毕，陆明依然在叫嚣着大虎身份，陆飞和陆子金则互相推诿。考虑到陆教授的特殊身份和本案涉及的研究领域，我们想请示一下关于这几个人的处理结果，您的意见是？陆教授不仅是生命研究所的核心骨干，更是生物安全盾牌的铸造者。既然证据确凿，那就按照法律流程走吧，4公事公办即可。明白。既然您发了话，那我们就直接对接机要法务部门。上头定性了，这可不是简单的家务纠纷，这是直接撞在枪口上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侮辱科研人员、抢夺涉密终端，造成预警系统全面激活，这2条罪名砸下来，够他们受的。
侮辱罪、侵害。是的，陆教授，尤其是陆飞，他不仅抢夺了设备，还在现场公然辱骂和威胁您，性质极其恶劣。考生物的，不就是个要饭子吗？在他们眼里，我这种要饭子哪里有名誉可言？放我出去！我不是故意的，那只是一个土包子的旧手机，凭什么抓我？查，不仅是他们的资金往来，连陆明在创业初期的每一笔灰色交易，陆母在名媛圈的每一条聊天记录，全部给我抠出来。报告，陆明在开门群岛的3个匿名账户已被穿透，发现多笔流向不明的专利置换资金，关联人正是郎建国。陆教授的保护级别 SSS， 这意味着任何针对他的骚扰都必须上升到侵害的高度来排查。别说他们的资产，今天就算他们穿什么颜色的内裤，都得给我扒得干干净净。在真相大白之前，谁敢保证这只是一场偶然的家庭矛盾？小陆，特勤局那边还在深度排查，目前看基本排除了间谍嫌疑，纯粹是那一家蠢得出了格。最好是这样，我倒不希望他们是间谍，因为跟那种智力水平的敌对势力交手会拉低我的职业成就感。行了，既然回来了，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丢给局。你的临床数据才是现在头等大事。我知道，老师，对我来说，研究基因序列比研究那群人的脑回路有意义的多。我找了他20年，把他接回来，给他最好的生活。可他呢，因为看上了家产，竟然利用自己在研究所的一点权势，勾结不明人员，把我们全家都抓了。这还是人吗？必须要一个说法。陆教授，上海物活性正在达标，只要这滴下去，关掉它。陆教授，是您的私密频道，咱们没权限碰。教授，您的手……反应失败，活性迅速归零，样本彻底报废了。我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就差那最后一步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拼了命的给我打电话啊？哎呦，我打通了！各位老铁瞧见没？我打通了！喂，就是你吧？陆家那个心肠歹毒的陆世熙，为了侵吞亲生哥哥和妹妹那点家产，居然找关系把亲爹妈都送进局子，你可真是个人才啊！什么玩意儿？你在说什么？哟，还在这装呢？就你这人还科学家呢？我看你那职位是陪实验室睡出来的吧？老子在这替天行道。你刚才的每一句言论都已被自动录音，并将被同步追加进起诉书。有病！喂，陆氏安，你个坏人，你还有脸接电话？你陷害你亲哥亲妹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冷血的怪物不配搞科研，你研发的东西肯定也是害人的毒药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全网都知道你的真面目了。大家快记下这个号，这就是那个毒妇的电话，大家一起冲了他！天呐，陆教授，您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，这是大规模的恶意人肉，这帮买神疯了吗？他们知不知道您的研究意味着什么？既然他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陆教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如你所见，从10分钟前开始，我的私人保密号码遭到了饱和式攻击。对方不仅掌握了我的真实姓名，还伪造了一套完整的陷害家人的叙事模板。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现在由于这些干扰，我正在进行的级实验已经由于变动而报废。陆教授，请退后。开启防火墙，进行逆向链路追踪。教授，情况不对，这些号码在短时间内同时爆发，而且有明显的指令特征。大家注意，这或许是一次针对生命研究所有预谋的计划。马上启动2级安全预警，所有攻击号码全部留存，并进行物理归属地定位。把拨打次数超过5次的设为1级重点监控。马上联系信息管理部门，请求最高权限介入。不管是谁敢在这个时候动手，
就要做好被连根拔起的觉悟。报告，防火墙已完成逆向渗透，所有攻击流量经过3层跳板，最终指向一个名为金牌舆论的公关工作室。正在穿透该工作室的财务流水，发现5分钟前有一笔50万的境外过锁入，付款方账户。那个把钱付给这家工作室的人到底是谁？是顾远山，能确认吗？确认。把这份工作室全部锁定，将所有证据同步至特勤局和法务部门。是。我只是特勤组。说，所有谩骂短信和骚扰电话的源头确定来自陆氏集团董事长陆明，他不仅提供了陆教授的私人号码，还亲自审阅了攻击文案，确定是陆氏集团的陆明。好，证据保存，启动最高级联合办案程序。联系地方公安，配合安特勤，马上对陆明、陆母及涉案公关公司实施抓捕工作，一个都不准漏网。是。陆研究员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们一定会处理好。是我们没有想到，这种所谓的豪门竟然会如此丧失底线。居然通过操纵这种下作的网络舆情来公开攻击你。电话号码是我当初回陆家时亲手告诉他们的。我本以为，哪怕他们再不喜欢我，至少还会保留一点做人最基本的底线。我真的没想过，他们居然能恶毒到这种地步。为了报复，竟然不惜公开我的信息，让全网网暴我。唉，我是真的服了。在实验室里，我能预测病毒的变异，却唯独预测不了这群人的降智行为。这不是您的错，是他们触碰红线。陆总，您放心，咱们这100万人肉计划一启动，保证那个陆世家不出3天就得名声扫地，看他还怎么在研究所待下去。快动，咱就这什么？来吧，不许动，全部抱头蹲下。这就是得罪咱们陆家的代价，看他在那些科学家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。陆明、陆太太，你们涉嫌危害，证据确凿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，这不可能，我就发了几个帖子。是不是胡说？去审讯室交代吧。报告，嫌疑人陆明、陆母及公关公司所有主创人员已全部归案。在证据链面前，他们已经彻底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。陆明承认是为了发泄私愤，并试图通过舆论压力让陆教授撤销对陆飞、陆子锦的控诉。自作孽不可活。老师，您是没看见那个网络推手公司的财务报表，简直乱得像鸡窝。我是真没想到，陆明居然能蠢到用公司公账给水手转账。慢点吃。特勤那边刚才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问问你，你对陆家这件事儿最后到底是什么态度？态度啊，那当然是严惩了。老师，您是没跟他们打过交道，他们的智力水平低得简直吓人。这次他们敢在网络上雇人网暴我，干扰实验，谁能保证下次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？而且陆家掌控了那么多社会资源，陆明那种自大狂，万一哪天失心疯发作，觉得自己能挑战世家，你就没半点心理负担？毕竟他们名义上是你的亲生父母。老师，咱们是干什么的？咱们研究的是全人类的基因进化。不说别的，就他们这种智力水平和扭曲的三观，如果真有境外敌对势力盯上他们，给点甜头，您说他们会站我这边，还是站那个能哄他们开心的养女？我明白了，你没事就好。既然你决定了，那就让特勤那边公事公办吧。陆先生，死心吧。生命研究所的级别是最高机密，你的任何消息人心都送不过去，别说求情了，那里连一只没有经过审批的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这就要去燕京接受表彰了。这是你应得的，陆教授。你那项关于
低质行为与社会环境干预的支线课题，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老师，你说这是不是命啊？我要是没有那次回家，也不会往这方面研究。谁曾想歪打正着，还真有了突破。科研就是这样，处处是样本，就看有没有发现的眼光。那些曾经的阴霾、尿桶、毛坯房、谩骂，都已经成了我科研道路上的微尘。或许，这就是